有些大宝贝儿，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咋想的。我给一对单身男女介绍对象啊，男女都是同岁的，28岁，女方是幼儿园老师，这个男方是工程师。上个月初啊，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印象都不错呀，于是又安排见了3、4次，就这么断断续续的认识了有1个多月。昨天晚上两人又见了面啊，吃了饭之后呢，约着去看了一场电影，还找了个喜剧片。哎呀，现场的是乌漆麻黑啊！男方就想着尝试发展一下感情嘛，鼓起勇气啊，伸手去牵了女方的手啊，结果女方直接把手给抽走了，和男士说了一句啊：“我不喜欢别人碰我。”好了，一场喜剧片给看成了悲剧片，男士心里呢是哇凉哇凉的呀。从电影院出来开车呀，一路把这个姑娘给送回家了，全程都没怎么说话。回家之后呢，这个姑娘就发现了呀，这个男士啊一直没给她发信息，平常啊都会主动问她早安晚安之类的。那姑娘按耐不住疑惑呀，就第一次主动发信息给了男士，问他到了吗？结果发现消息一发出去，就发现了被拒收3个字，气得他呀打电话给男士啊，发现一直占线也打不通了，他又找我了，问我至于吗？不就是没让他拉个手吗？然后就把我拉黑了。接着就是跟机关炮一样，嘟嘟嘟嘟嘟的说了好久啊。我问他你喜不喜欢他？他说呀感觉还行，可以继续认识。我说那感觉可以，怎么就不让牵手呢？这大宝贝儿跟我说呀，我们还没确认关系呢，怎么可以牵手呀？听完我问他，那怎么算是确认关系？他说得有仪式感，得表白。好，那男士如果现在不牵手和你表白，你能同意吗？他说不行，我们俩才认识1个月呀，我都不了解他的。听完我真的是被这个大宝贝儿给急的呀。你是去相亲的，不是去给他机会追你的。如果没好感，那就直接在他约你第2次的时候就直说呀，不要浪费大家感情。如果有好感，就不要矜持到约你4、5次了还不让牵手。你既享受了他对你的好，又不给他明确的态度，你这把相亲当成养狗场了呀。姑娘听完不愿意啊，直接就跟我说呀，我拒绝他，他要是不满意，那应该问问我吧，这2话不说就拉黑，也太过分了吧。你是谁呀？干嘛要问你啊？人家有啥过分的？大家都是有时间成本的，你都28岁了，你以为和17、18一样谈校园爱情呢？一个成年人，你要清楚你自己是相亲的，目的很明确，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就换人嘛。你想干嘛？想让他追你，把你冰冷的心给融化了呀？还是觉得前世的500次回眸才能换来今世的擦肩而过，等他见你500次呢？成年人的世界里啊，大家都不是傻子，都很理性，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也都懂得及时止损的。相亲后约会5次还不确定关系的，不是养育就是找备胎。他说他没养育，而是真诚的和男方认识，但就是感觉来的有点慢。我一听可拉倒吧啊，你就是感觉他条件还不错，但是又看不上他这个人，干嘛冠冕堂皇的给自己找那么多的理由呢？身体的本能反应是不会骗人的，他拉你手的时候你直接甩开就是不喜欢，热脸直接贴了你的冷屁股。说句难听的话，你就算喂了5次狗，狗见了也会摇个尾巴让摸一下头吧。他听完又跟我说，这接触的时间太短了。我一听啊，哎呀，千万别跟我说时间太短，这接触太少，我见多了去了谈恋爱的，感觉来得快的压根挡不住，1个月确认关系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像牵手这种最基本的能直接甩开啊，那就是打心理排斥，干嘛不承认呢？后来这姑娘说呀，她确实不怎么喜欢这个男士啊，但她年龄大了，也没有更加合适的，想着先联系发展看看。这没成想呀，男士被拒绝1次啊，就直接不联系她了。她就有些后悔和失落。我瞅着这后悔和失落，是怕以后再找不到条件这么好的了吧？早干嘛去了呢？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不害臊吗？说的是。今天我是开眼了，我来让你们见见什么是高级绿茶。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哔哩哔哩一通讲。这姑娘呢是28岁做销售的，她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27岁，在事业单位上班啊。两人呢一直都是单身。这上个月呢，她朋友啊去相亲，认识了一位男士，31岁，身高在180左右，长得很帅啊，开公司，有车有房，条件不错嘛。认识了有半个月，两个人就很快确认关系，相处的也很融洽。这上周啊，人小两口啊就约这个姑娘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嘛。就这样呢，到了约定的地方，这姑娘一看见那闺蜜的相亲对象啊，就直接给惊艳掉了。长得又高又帅呢，衣品还很好，说话彬彬有礼，特别有好感。她就赶紧坐下呀，比自己相亲都紧张。吃饭期间呢，这男士对她也是照顾有加啊，也比较周全。她就发现自己跟闺蜜的男朋友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啊喜欢追剧、动漫，还有健身、游泳等等。她跟我形容说呀，这闺蜜的男朋友人很好，很有教养，穿的衣服呀，这个也很有品味，很高级，也很幽默。总之呢，这次相处啊就很愉快，很难忘。结束之后呢，她主动加了闺蜜男朋友的微信，
回家之后她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啊，想着闺蜜男朋友，她就给这个男士发信息啊，人男士没回她嘛。第二天她又主动发信息，说自己啊遇到了一点事情很难过啊，希望对方能够帮帮自己。这事儿啊闺蜜不能知道，所以要帮她保密。于是呀，就从此开始啊，两人的话题是越聊越多呀，而且经常穿睡衣啊去打视频聊天。反正这些事儿都她告诉我的啊。听他描述这些，我都惊呆了。后面的套路就是不是今天头疼就是明天定疼。那闺蜜的男朋友啊也是很体贴啊，多次看望病号啊。她在人男朋友面前啊，那是哭的是梨花带雨啊，甚是可怜，也特别的委屈。她跟我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我问她，我说这些事儿不应该藏着掖着点吗？她说那有什么，无所谓。说男人就喜欢吃这一套，哎呀，说出来也不值得什么。哎呀，刚过去这个周末呀，他们俩私下里又见了一面，又是去游乐场，又是看电影。她说呢，还没有明确关系，但是啊，已经现在很暧昧了，只是碍于这个闺蜜的情分在，所以啊，没有直接说破。哎呦，我的天呐，真的，我都以为她找我是来忏悔来的，觉得对不起闺蜜，结果呢是想让他们分手，她上位。听得我那是火冒三丈啊，去怼她，你这种人真的是贱啊，你这不是知三当三吗？她说闺蜜身高1.6米多点啊，还胖，长得一般，那自己身高170，体重110，身材好，长得也好，男人都喜欢呀，他们俩才是良配。说什么他们没结婚呢，我有权利追啊！真的，有些人呢那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我看你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了吧？头一次把知三当三挖墙脚说的是这么的清新脱俗啊，像没有见过男人一样，真的是啊，自以为是的，没有半点优点啊，人品败坏，道德低下。你只觉得长得帅就应该配美的，但是你忽略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感情。你只知道用颜值去评判一个人，开口闭口都是踩别人来捧自己。显然不懂什么叫人品，从小爹妈这没教育好，只觉得有好就要去抢，哪怕是别人的，从没有想过在道德层面上合不合情理。用我这边的词啊，叫做下贱。那个男人一样啊，也不是东西。我一直都以为电视剧里那些女主被坏人欺负啊，那最终反抗暴打全世界赢得美男归的狗血剧情剧啊，都是有意夸张的，里面的反派都是刻意降低智商，又蠢又坏，来反衬女主的纯洁无瑕的。如今看来呀，哎呀，是我见识浅薄，艺术真的是来源于生活，现实啊更加离谱。哎呀，本人一向安分守己啊，积德行善，为什么今天让我这么遇到个这个恶心玩意儿呢？今天一位43岁大哥来找对象啊，未婚保安队队长，没房没车，父母主要是务农的。咱也不知道是不是队长这个职业赋予了他什么。我问他择偶要求，他说要找个年轻的，30岁以下，能生孩子不要彩礼的。听完我都愣了呀，大哥你别来我这做梦了啊！你一个平时放屁都打脚后跟的人，要是能有那能耐那运气，能找个小10岁的还不要彩礼的，那也不至于来相亲了呀。他说自己是个潜力股啊，想当年以一人之力啊，是撑起全公司啊，上到老板下到员工都得靠他吃饭，一个月赚的最多的时候都能达到8000多，大家都嫉妒他，导致他失业被算计。他和我说呀，他最近准备开个有特色的饭店，正在融资100万，这个饭店未来的盈利至少是1000万，那个时候谁跟着他那可就享清福了呀。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找一个年轻优秀的姑娘配他。听完真的没有控制住啊，我眼前飘的全是牛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一时之间我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我先试探的问他的择偶想法，我说30岁以下的人呢，这种姑娘我肯定是帮不到你，35岁以上你要是同意我给你看看，彩礼这事啊咱就别想了，先认识人吧。他说行，那就先看看。我问他38岁离异带个女儿行吗？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没办法给别人养孩子，这以后有钱我也不甘心养。听完我就忍了。那离异不带孩子呢？他说不行，有孩子呢以后肯定也会联系，还得给抚养费，这对他不公平，我再忍。那有一位39岁未婚的女士行吧，没孩子也没结婚还没负担。他说不行，年龄太大了，他要准备生2个孩子，这质量不好，而且自己呢是很有想法有事业心的，以后啊赚了钱，这孩子多了可以继承家业。听完真的是刷新我的三观和眼界了啊！你都43岁了，女方未婚35岁以下还能给你生2个孩子，靠画大饼和你过日子吗？你要么踏踏实实的找对象啊，别搁这做白日梦，要么你就出门左转赶紧走。最后他跟我说呀，那找没孩子的寡妇也行啊，这离了婚没生孩子的也可以，长得丑点胖点都能接受，只要能生孩子就行。哎，他说完我还真想起一位啊，有一位34岁未婚，
长得矮了一些，这个1.5米的身高啊，腿部有点残疾，不太好找对象。他看了资料说可以，能生孩子就行。电话联系了女方之后，人家女方说呀，自己是没父亲，这母亲啊目前瘫痪在床，需要照顾，自己对男方呢也没有太多要求啊，能帮他分担一些生活压力和体力劳动就可以。他听完就犹豫了，说换个吧，自己也没钱，这家庭条件负担不了，也没能力啊去帮他。听完一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哎呀，喝了口水差点给喷出来，我怼他我都找不着词儿啊。最后他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啊，让我帮他找个女方条件好的，有车有房，一年能赚个20-30万的，对他也不错，他愿意去入赘。临了还强调了一下他的价值啊，自己以后肯定是要赚很多钱的。反正我是听不下去了，赶紧给他送走了。哎呀，我这个店儿这女大佛他也没那么多呀。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呢啊？有些人相亲呢，浑浑啊都整那幺蛾子。上周末呢，有一对相亲男女啊，约好中午11点钟去火锅店吃饭。那因为周末人比较多，怕订不上位置，所以就早点去。结果阴差阳错，这相亲姑娘看成了1点钟去吃饭，于是这男士就早点到了呀，在火锅店门口的这个休息区等着啊。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姑娘，坐下就问他：“你是相亲的吗？”哎，男士一听啊，说是的呀。抬头一看，哇，这姑娘可比照片好看太多了呀，那是满心欢喜啊，立马招呼这姑娘去店里面坐下点菜吃。大家想想啊，一看到自己的相亲对象，那是一位盘量调顺的大美女，那心情肯定是格外激动啊。哎呀，稀里哗啦的就给一顿点呢，好吃好喝的全给上了。整的人这姑娘也不好意思啊，这认识期间呢就把手机啊调成了静音。还有菜上齐了，俩人就开始啊吃饭聊天，全程呢聊生活聊的比较多啊，也没聊什么个人情况。所以就算聊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也没有多想。相亲过程啊，用男士的话说，那叫做如沐春风啊。两人是越聊越开心啊，甚至还约好了等会儿吃完饭就去公园逛逛街看看电影。嘿，正在聊得很开心的时候，男士电话响了，一看呢是相亲对象的电话，他还愣了一下啊，直接呢就问对面的女士啊，说你给我打电话了吗？人对面也很懵啊。男士就接起了电话，电话里面问他在哪，他进饭店了。然后男士就转向头啊，看向门外，一个姑娘呢也看到了他。那一瞬间啊，男士意识到啊认错人了。哎呦，当时现场刚干的哟，男士形容说呀，都差点想钻那个桌子缝底下去了。对面这个姑娘呢也是啊，问了这个男士，哎，你不是谁谁谁吧？男士说我不是呀。这下好了，相亲做错桌了。人赶来相亲这个姑娘一看着一桌子吃剩的饭，那都是憋屈啊，别说这气到哪了，就问这个男士什么意思，相亲还得带排号的呗。把男士尴尬的也是起身连连道歉啊。对面这姑娘也抓紧起来道歉，说自己弄错了。男士一看呀，对面这姑娘要走啊，立马追了过去，要了个微信。这一操作呀，把人来相亲这姑娘气的呀，脸色都特别不好看，要求男士啊重新再点一桌，说自己不吃别人剩饭。那男士也挺不好意思呀，就换了个桌。结果这姑娘生气嘛，就点了很多很多的菜。她性格呢偏向有点强势啊，就有点得理不饶人，那就不停的抱怨呀，自己是被挑剩的。男士也自知理亏，也没敢说太多啊，就主动岔开话题啊，做了个自我介绍。哎，这聊到学校的时候，男士说自己是985，谁知人姑娘却说呀，985算什么？我上一个相亲对象那都是硕博连读的。男士就问他呀，说你是哪个学校？这姑娘说完呀，他一查是个3本学校，顿时男士就觉得对他印象就很差了。这姑娘情商可能也不咋地啊，上来就一顿点评说呀，男士啊长得不合他的意，个子不高，长相丑等等。男士听了肯定也不愿意啊，这两个姑娘反差太大了。你说一个长得漂亮，性格又温柔，一个就是这个照片啊，性格还野蛮。于是呀，饭没吃几口就开始怼这个姑娘，说自己不适合当舔狗啊，不会哄她开心，两人不合适。这姑娘是越听越生气啊，说男士也不尊重她。男士呢起身就要走，说这顿饭 AA， 接着转给姑娘300块钱，然后删了好友。气的这个姑娘呀，跑过去啊，抓着她去要理论，凭什么到她吃饭就要 AA 了？男士解释说呀，这一桌菜呀，自己是一口没动，说这个姑娘太傲气了，不想跟她认识。于是呢，这个姑娘就给我打电话和我抱怨，哎呦，我这一坐车这一路啊都堵得慌，说这个男士啊明明做错了，怎么还成了他的不是？我呢跟男士沟通呀，哎，这个男士的意思啊也是说这个姑娘态度不好，也不礼貌，自己做错虽然是错了也道歉了，他还是一副不饶人的样子。最后两人是谁也不想联系谁了。给你们说个最后的结果，你们绝对想象不到。就那一天，这个姑娘不是点了一桌子菜嘛，怕浪费了饭，喊来了另一个相亲对象来吃饭，并且给买了单。我听完是着实佩服呀，哎呀，臣妾真的想不到啊。具体后面怎么发展我就不清楚了。有些人呢，千万别把相亲啊当成养狗场。成年人相亲啊，无非就想找个处得来的对象，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并非故意的事情，大家就要互相去理解。相亲只是见个面就整这么多的事儿，那谁还愿意相处下去呢？还不拉黑等着什么呢？
说真的，相亲就像开盲盒，不打开之前，你很难确定里面到底装的是屎还是巧克力。有位大兄弟问我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相亲遇到按摩女怎么办？这问题我听完一愣这事儿说来话长了。这位大兄弟呢，今年31岁，做 IT 工作的，平常呢主要在家里接活干，一年能赚个20-30万，收入算是可以的吧。有车也有房子，就是长相一般，加上经常熬夜不怎么收拾自己。之前呢追过几个姑娘都失败了，就一直单身。他累的时候就喜欢去附近的一家足疗店里去按摩。有一个姑娘24岁两人是老乡，话题很多。为了这个姑娘呢，男士也没少办卡，姑娘也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他。他说自己挺喜欢这个姑娘但就是做这个行业的人吧，水有多深，而且这姑娘还做了5年，肩膀那里还有纹身，他就很抵触。除了按摩聊天其他也不怎么联系。这上个周热心的邻居大姨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说是99年的，性格很好，在外贸公司做内勤工作，一个月能赚3000左右，人呢明事理也懂事是个乖乖女。于是他就盛装打扮了一下就去赴约了，约的是晚上6点半，他先到了，那个姑娘呢还没到，男士就在那等着呀。这快到7点的时候，这姑娘打电话问他坐在哪，他边接电话边回头，一下子两人对上眼了，都愣了一下就是那个按摩的姑娘。场面一度是很尴尬呀，没办法呀，只能继续约会了呀，人都来了，饭都定了呀。于是呢，这两人是边吃边聊因为本身就比较熟悉气氛也没有那么的冷场。男士呢先是有点带气问这个姑娘为什么要隐瞒介绍人工作的事。姑娘解释说自己也是怕被人嫌弃才隐瞒的，和男士呢也道了歉。男士也想想算了两人就吃饭聊天。他就发现这姑娘的性格比那些相亲女好太多了，知道关心她，给她夹菜。期间呢，这姑娘还问这个男士是不是嫌弃自己做按摩这种工作。男士呢也说实话，他不否认做这行的女生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但毕竟他所处的环境里面充满了太多的诱惑，所以自己也不确定是否介意。姑娘听完呢，表现出也比较懂事很理解。吃完饭回家之后这姑娘没事呢就会发信息问这个男士，吃饭没有累不累压力大不大等等。他心里就特别纠结自己单身这么久是头回呢遇到这么关心他的姑娘，是不是自己带的偏见太多了呢？按摩女也不是不好的。于是他就问我要不要在一起。你看问我的这些问题整得我呀。你说一个人的品行好坏这个职业确实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一定会受环境影响，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如果你是一个出手很阔绰的大老板，那点名让他给你服务，出钱2倍。咱不说某些越线的服务，我觉得90%的概率他会妥协，会积极热情的对待这个老板吧。就算一次守住，其他的同事接了单子，你辛苦赚1份，人家呢却轻松得2份，最后1个月拿到钱还比别人少很多。你能保证几次能够守住原则呢？很多男士都曾经问过我，说喜欢过夜场还有足疗的女人问我这类人适不适合结婚，三观是真的有问题吗？不是说做这个行业的人有问题，只是说这个行业他们可能习惯了赚快钱，习惯了某种轻松赚钱的方式，没有办法再去认真的去做其他的行业。从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个行业的水有多深，依然能够进去，要么被骗，要么心甘情愿。但法治社会，你觉得被骗的概率有多大？多数都是了解了自己要工作的内容才去做的这个行业。一旦见识过这个世界的纸醉金迷通过某种方式尝试到了甜头，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安安分分的去跟人过日子。如果你的经济实力没有雄厚到让他可以为你改行，那即便你用真心打动了他，他也未必能够会为你放弃这门营生。即便他愿意为了你放下这门营生等热恋期一过，新鲜感一没，如果你不能在经济等方面满足于他的话，指不定哪天又会重操旧业。不是我对这个行业带有色眼镜，其实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呢，也清楚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只是大多数选择避而不谈。我不否认会有只努力赚钱、思想比较纯洁的人，但概率又有多大？我倒劝大家宁可生活圈当中去找，也不要从这个行业里面去找，因为从事过这个行业肯定是见过形形色色的男人。你反观一下自己，你有哪些闪光点和不同点，能让他彻底杜绝那些诱惑？你若对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尽量不要开始。总之这个感觉就是后患无穷。毕竟人家一开始见你也是有意隐瞒了身份，为什么呀？这点能想出来吧？
虽然有句话说呀，男人的2大爱好是拉娘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但还是希望所有大兄弟们谨慎考虑吧啊，言尽于此了。至于咋选呢，自己决定。顺便问一句，公安局会去图书馆扫黄吗？真的，我这个脑子现在冒冒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真的。分享个有意思的相亲故事啊。这上午呢，有一位相亲的姑娘给我打电话，那是哔哩哔哩的一顿唠啊。我这一听完呢，不是给气过去啊，是差点没给笑抽过去啊。姑娘呢是92年的，打工一族，今年32岁了，特别着急结婚。本人外貌条件一般啊，这个身材还偏胖一点，给她交对象呀，确实属于那种屡屡碰壁。大家都很现实嘛，多数男人都看不上，难得几个不挑的啊，能看上他的，他上来就跟别人说呀，彩礼20万，说自己已经自降身价了啊，那隔壁村的寡妇都已经涨价到30万了。结果呢，把这为数不多的那些男士们给吓跑了。于是这线下不行啊，我劝他在线上找找。谁知这家伙呢，注册了老多的这个交友软件，因为需要放照片嘛，他就把照片微调了一下，P 掉了40斤。那网上男人一看，好嘛，来了美女了，就给这些家伙一心动的就跟这姑娘聊啊。人这姑娘呢也专一，就喜欢呢有8块腹肌的男人。于是茫茫人海当中啊，就遇到了一位男士，32岁，那头像啊，腹肌闪现，神情忧郁啊，貌比潘。这姑娘一下子就跟他对上眼了啊。两人呢微信上是你来我往呀，是相谈甚欢。聊了近1个月啊，男士就隐约的透露出啊，家里逼婚太紧，自己快招架不住了。这姑娘说呢，自己也是啊，真的是愁人呐。不如这样，约着这个周末呀，就是在昨天中午两人见了个面。这姑娘可为了这次相亲那是没少准备啊，烈焰红唇登上10厘米的恨天高啊，一袭粉红色的这个低胸长裙呢，自信放光芒。到了约定的餐厅，这姑娘就傻了眼了。哎呦我去，眼前这男士啊，跟照片差了的是10万8千里啊，还穿了一身粉色的西装，俩人看着就跟情侣似的啊，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说好的肌肉没有，腹肌也没有，1.7米的身高呀，看着不到100斤。这姑娘是略有失望啊，和男士说呀，她跟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那男士一听也很失望啊，说姑娘你这长相啊，也是出乎他的意料啊，比照片更加的丰满而且壮实。反正来都来了嘛，那就吃饭。两人简单的认识了一下，没怎么交流太多啊，因为互相都没有看上嘛，就想着吃了这顿，反正也没下顿了。俩人呢订的是火锅啊，这男士就不停的往自己那边夹肉嘛，姑娘看了也不愿意啊，也在那挑肉吃，俩人就这么明争暗斗啊，抢肉。最后结账的时候，男方是委婉的表示希望对方就这个姑娘能够 AA。 姑娘一听就不同意啊，说是男士啊答应了要请她的。好了，男士一看这不是办法呀，就提出啊，那我请你吃饭，你请我去公园玩可以吧？姑娘一听呢就答应了。就这样，两人穿着像情侣服一样的衣服啊，来到了公园。那公园呢是免费的，里面有很多的娱乐设施啊，都是单独收费的。男士一进来好马啊，就开始坐这个游船30，后面要玩蹦蹦车30，然后呢又骑木马又是30。姑娘看出目的来了，你一个大男人要骑木马，你不丢人吗？明明就是想着把饭钱赶紧给玩回来的。于是呀，这姑娘就提出来要请他玩跳楼机。男士没玩过呀，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一听啊这个项目要80块钱，立马就同意了。结果坐上去啊就后悔了。那个跳楼机啊几十米，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停下来之后呢，这男士就吓得是满头汗呢，走不动路了，直接摔地上呢，这个脚呢都给崴了。姑娘一看这下好了，玩大了，就赶紧给他道歉呀。男士啊却说自己走不了了，要求姑娘给他背下山去。于是大家想想一个画面啊，一位身穿粉红色的裙子，脚穿男士皮鞋的姑娘背着一位身穿粉红色西服的男士，手里还拿着一双10厘米的恨天高啊，往山下走去。这到了山下，这男士呢也没那么生气了，反而会觉得这个姑娘人还行啊，他起码不矫情，没有把她给扔下。晚上回家之后啊，这男士啊可能想着人家姑娘其实挺好的，胖的可爱有安全感嘛，于是就发信息给这姑娘说呀，经过1天的相处啊，我觉得我还挺喜欢你的，我们可以谈恋爱吗？这姑娘一看呀很是激动，虽然男士啊不算理想型，但人呢也不错，于是就回了条信息啊，可以，但我家要20万彩礼，你给不？男士一听啊，以最快的速度拉黑删除啊。姑娘找我吐槽啊，咋的？现在社会这男的都这么现实了吗？听完我家王八都得心塞呀，情商不够，这智商他也凑不上啊。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啊。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找对象呢，他总是跟做梦一样。要找白马王子呀，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啊，那刺猬和王八我有。5年前呢，认识一个姑娘，26岁，普通本科行政专员啊，性格很好，
而且人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结果5年过去了，那是挑挑拣拣呢，谁也看不上。我那门口啊，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他挑什么呢？这个男人有钱，但长得不好看啊，长得好看又没钱，找个有钱又好看的，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在一起不开心。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反正啊，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总说差不多就行，其实啊，差一点都不行。好了，现在31岁了，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我说呀，暂时还没有。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他又开始后悔啊，说条件差点也行。我问他差多少，他说也别太差了，这个长得别太难看，条件别太低，赚的比我高点就行。我说离异的有，他一听就急得哭呀，说自己还未婚呢，不想找离异的。然后就是后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啊，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各种挑挑拣拣。那男人都是看脸吗？你好看了，喜欢你的就多。于是被追捧的过程当中，各种看不上，理由就是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好了，终于熬到30岁了，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秉承着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可有些人呢，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结婚呢，找对象，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如果你本身并非独身主义，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到了30岁你还单身，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我可没有制造焦虑啊，我也没那个能耐。这种焦虑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甚至有些3、4线城市26、2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在婚恋市场上，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心态也会不一样。那男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择偶要求多数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女的活的就好，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可有些女人呢，更像是一场赌又着急找对象，又谁也看不上。年龄越大呢，不是认清自我，而是认清了现实，觉得这个社会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好了，开始要求男人买车买房，有存款7位数。还有一部分呢，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的变化，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伙伴，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一起度过余生。这种择偶观比要车要房要存款的更难找。说句现实一点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所以女孩子你要学会聪明一点，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追悔莫及，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含恨而